由于近期美国已经承认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俄乌冲突的局势也再度升温。俄罗斯同时开启2场军演，其中在美国后院与古巴的联合军演更是引起了西方的重点关注。美媒甚至屡屡在报道中提到60多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配备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俄海军格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已经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未来几天内，俄军喀山号攻击核潜艇、帕申号舰队油轮和尼古拉齐克尔号打捞拖船也将陆续抵达，并与古巴举行联合演习。美国动力网站称，包括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在内的俄海军舰队将前往古巴进行罕见的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作为俄罗斯常规军事演习的一部分，预计今年夏天俄罗斯将在美国附近加强海空活动。这些行动将在今年秋天的俄海军演习中达到高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俄海军舰队未来几周内还将在加勒比海与远程轰炸机举行联合演习。另据俄媒披露，喀山号核潜艇和格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还在大西洋海域使用高精度导弹武器进行了演习。舰艇艇员利用计算机模拟演练打击600公里之外的敌方舰群。Корабельный боевой расчет по местам боевой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омер 1.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ое оружие к бою, стрельба по надводной цели, режим целеуказания автономный. Работает турбина вперед 33. Значит,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ая пристарт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Контейнеры открыты, пуск готов. Есть командир БЧ-2. 尽管古巴官员表示，前往加勒比海的俄罗斯海军舰艇不会携带核武器。由于哈瓦那与美国的最近距离只有180公里，西方对于俄军这次行动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屡屡在报道中提到62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为了应对美国1959年在意大利与土耳其中部设立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所带来的威胁，苏联在古巴转投社会主义阵营之后，便立刻将导弹运至其国内并部署。而美国在发现了苏联所部署的导弹之后，也采取了诸多激进的应对措施。古巴导弹危机就此爆发。在危机持续的13天里，美苏2个拥有全世界核武器最多的超级大国，随时都面临着擦枪走火的危险。在美国后院军演的同时，俄罗斯还在与白俄罗斯进行非战略核力量演习。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非战略核力量演习第2阶段框架内，俄军在列宁格勒州演练了执行接收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系统专用训练弹药填装和部署至指定发射区域等任务。俄媒介绍，所谓的非战略武器指的是俄军射程和装药量小于亚尔斯导弹系统的导弹，例如能够摧毁机场、桥梁、指挥所、发电厂和防空系统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它的弹头可携带大约半吨的爆炸物，在常规任务中，导弹威力能覆盖500公里范围内超过2个足球场的面积。除了陆基导弹，空式的匕首导弹也在演习中出现。匕首导弹不仅能打击地面目标，还能摧毁包括航母在内的舰船。其主要载体米格31可携带1枚匕首，图22可携带4枚，图160可携带8枚。Россия регулярно проводила и проводит уч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 и не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ядерных сил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азница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что после размещения части не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ядерног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еларуси мы проводим это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елорусскими союзниками. 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在多个方向占据更有利位置，打击了乌军军用停机坪、弹药库等目标，并拦截了乌军多枚导弹、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多个方向继续与俄军展开数十次战斗，并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尽管战局焦灼，但美西方还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事援助。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11号披露，总统拜登上周已批准向乌克兰再提供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据《纽约时报》消息称，这套系统原本部署在波兰，用于保护一支美国驻军，后者
者即将轮换回国。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说，经过维护和调整，这套系统最快可以在数天内部署到乌方前线。爱国者系统同时是美国迄今向乌克兰提供的单价最昂贵武器，一套总造价近11亿美元，其中导弹6.9亿美元，配套系统4亿美元。另据德新社报道，美国还向乌方额外提供爱国者拦截弹。纽约时报报道称，五角大楼不想调用任何部署在美国国内的爱国者系统，以避免影响美军战备，而是呼吁欧洲盟友把本国部署的爱国者系统送给乌克兰。目前，仅德国和荷兰响应，各自提供1套爱国者系统，同时正各自酝酿提供第2套。然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5月中旬在基辅会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时说，乌克兰迫切需要7套爱国者系统。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5月底访问西班牙时说，其中2套将部署在哈尔科夫州。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2年，由此引发的地缘危机、经贸冲击和人道灾难不断加剧。西方国家持续拱火浇油，无助于局势缓和，也让欧洲的团结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2号，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与到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谈后表示，他与斯托尔滕贝格进行了一场艰难但富有建设性的谈判。他在谈判中获得保证，即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匈牙利将不必参与北约领土外的军事行动。És ma garanciákat kaptunk arra, hogy a ukrán-orosz háború esetében Magyarország területén kívül katonai akcióban nem kell részt vennünk, és Magyarország sem pénzt ehhez a közös tervviseléshez nem ad, se embert nem küld ebbe a háborúba, se Magyarország területét nem lehet felhasználni az ebbe a háborúba való bekapcsolódás céljából. 奥尔班还强调，在如何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实现和平的问题上，匈牙利的立场与大多数北约成员国不同，但匈牙利无意阻止北约内部的决定。奥尔班日前表示，匈牙利拒绝参与在北约框架下的对乌财政或军事支持。他认为应竭尽全力阻止战争蔓延，一旦欧洲爆发大战，大家都是输家。正午短评热点直说，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海军舰队出现在了加勒比海，并且将与古巴举行联合军演，这让美国一阵紧张。那俄方的目的首先呢是对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进行回应，因为俄罗斯方面此前警告过，说可能会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不对称措施。那其次，俄罗斯舰队中的这个核潜艇是没有携带核武器的。可见，俄罗斯主要目的还是警告，并不是想升级局势。那最后虽然不少外媒拿这个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来类比，但是目前的美国实力差距比起当时的美苏实力差距还要大，同时也没有当年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以不大可能重演古巴的导弹危机。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回信，向他致以诚挚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回国任教20年来，将爱国之情化为报国之行，在清华大学潜心耕耘、默默奉献，教书育人、科研创新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向你表示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希望你坚守初心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带领大家继续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学科交叉与前沿创新，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做出新的贡献。姚期智曾长期在美国高校任教，2004年全职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近日，姚期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回国任教20年来培养人才、科研创新等情况，表达科技报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决心。